你个小贱人！你这小贱人早就该死了！你死了，富家少夫人的位置就是真真的了。叶晚星呢？哎呀，你怎么了？晨晨，你放心吧，这个小贱人我已经弄死了，不会留下证据。你看，傅庭元妻子的位置只能是你的。你快去梳头，傅家的人马上就要来了，不要耽误了吉时。这里有妈妈在啊！不行，妈，我不嫁，你得想办法把叶晚星救回来，让她嫁过去。晨晨，你犯什么傻呢？傅庭元可是首富傅家的继承人，他人长得又好，为人又洁身自好，这么好的亲事，怎么能便宜了叶晚星这个小贱人？上辈子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叶晚星死后，我高高兴兴嫁了过去。没想到嫁过去的第一天，傅庭元就死了。我不同意你嫁进来。爸爸不愿意返回聘礼，所以逼着我留在傅家。可没想到傅家就是个吃人的狼窝。跪下！就你是我嫂子，你也配？没过多久，我就被傅家人折磨死了。妈，你信我，傅家只是看起来光鲜，实际上嫁过去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的。你帮我想想办法吧。你爸是不会放弃与傅家联姻的机会，你和叶晚星总得有一个人要嫁过去。可是这个小贱人已经断气了。老天爷为什么让我重生在叶晚星已经被掐死的时候？难道我还要再重复一遍上辈子悲惨的命运吗？不，无论如何我都不要嫁过去，大不了我离家出走。真真，你别冲动，你要是离家出走，你爸爸发现了一定会大发雷霆的，到时候咱娘俩都得完蛋。乖啊。请问这是何处啊？你是人是鬼？来，晚星，这是你后妈和妹妹，以后啊要听后妈的话啊。快点擦，否则你别想吃晚饭。你这小贱人早就该死了！你死了，傅家少夫人的位置就是真真的了。这个贱人不会也重生了吧？不可能啊！上辈子这个时候他已经死透透了。真没想到，我堂堂南朝世家嫡女，竟然来到了1000年后。川到被这个继母和继妹欺负长大，最后被继母掐死的可怜女儿身上。大小姐，你好了吗？叶晚星，你听到了吧？既然你醒了，那就下楼吧。不管怎么样，他活过来就好。傅家这个狼窝就留给他了。这两人想必就是原生的继母和继妹吧。我既然占了这具身体，就一定要想办法给原生报仇。叶真真，
你母亲刚才为了让你替嫁，差点把我掐死。你们不应该给我一个交代吗？你好好的说我要掐死你，谁信呢？你不会以为你爸爸会站在你这边吧？我从小到大都被你们母女俩欺负，他却视而不见。我当然相信他不会向着我，但我若是抵死不嫁，他也一定会让叶真真嫁过去。妈，我不能嫁过去。和傅庭渊定亲的人是你。没错，但傅庭渊这些年对我不闻不问，就算是让叶真真嫁过去，想必傅家也不会有什么意见。所以一开始你就想到这个，才让叶真真替嫁，对吗？妈，说吧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这母女俩忽然反悔，说明傅家这门亲事有诈。但我要在这个世界立足，还要给元生报仇，就必须借助傅家的力量。不过我不能空着手嫁过去。把你给叶真真准备的嫁妆通通给我。你休想！行啊，那就让叶真真嫁过去，反正她衣服都穿好了。妈，我不去，给他，给他！大小姐，再不下楼，老爷就要发火了。妈，给你，你现在乖乖下去，给我上婚车。敢耍什么别的心思，我要你好看。爸爸，你放心，等我嫁到傅家之后，我一定想办法讨好傅家人，让我们叶家的生意更上一层楼。哎呀，你有这个觉悟很好，这些年呀，是爸爸疏忽了你。这里啊，有张卡，你拿着，密码是你的生日啊。我已经给。谢谢爸爸。走。真真，你确定没搞错？那可是傅家呀！这丫头不但要嫁给傅庭渊，还拿走了2大笔嫁妆。妈，你放心吧，这钱啊，他有命拿，没命享。真的？当然了，你要是不信的话，现在就去跟傅家官理。我敢保证，今天是他叶婉欣最痛苦的一天。因为这个时候，傅庭渊已经车渡人来了。走。傅氏集团总裁傅庭渊发生车祸，车辆与对向车辆发生碰撞，翻入河中，目前生死未卜。总裁，这辆车果然被人动了手脚，幸好您警惕，否则我们这会儿已经被烧成灰了。这种事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，能神不知鬼不觉的在我车上动手，幕后黑手极有可能是傅家人。难道是二爷？要是您死了，傅氏集团就落在二爷手里。我也不想怀疑二叔，但的确他是最具怀疑的对象。你去通知警方，出事的时候我就在这里。您确定要这么做？万一老夫人经不住这个打击……放心，奶奶没那么脆弱，我也会找个机会把真相告诉她。是，总裁，今天还是您结婚的日子，您说叶大小姐要是刚一进门就听到您的死讯，她会不会扭头就走啊？你倒是提醒我了，帮我准备个口罩。您要口罩做什么？如果二叔真的是幕后黑手，他一定会得意忘形，我当然要亲眼看看，顺便再看看那位叶家小姐够不够格当我的妻子。
原来千年后的世界，女子不必再依附男子，也能独自谋生。可惜我对这个世界还不熟悉，现阶段我还是得留在傅家。夫人，到了。岳小姐，我是傅家的保镖，是奉命来接你的。傅庭渊呢？他是今天的新郎，不应该由他来接我吗？大少爷他出了车祸，车子还翻到了河，恐怕凶多吉少。什么？傅庭渊死了？哎呦，真真，还好今天嫁过去的不是你。妈，现在你总相信我了吧？叶晚星，你现在肯定很后悔吧？可惜啊，后悔也迟了。你今天既然嫁进了傅家，就休想再回去。没错，你要是敢临阵脱逃，你爸一定会打死。谁说我要临阵脱逃了？你带路吧。这个时候，傅家人一定很伤心。我身为傅家的长媳，应该肩负起自己的责任才是。傅庭渊死了才好，我只要讨了傅老夫人的欢心，就能在傅家立足。听到我的死讯，这个女人好像很高兴。真的吗，叶小姐？你可要想清楚，你现在和少爷还未礼成，你现在回去还来得及。我与傅庭渊做了这么久的未婚夫妻，他对我不闻不问，我却不能不忠不义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替他好好尽孝的。那边就是傅家庄园吧？这个女人好像跟传闻不太一样。这死丫头，傅庭渊死了，她竟然一点也不慌。你说她不会真能获得傅家的认可吧？不可能，妈，你且看着。你赶紧给我大哥打电话！我不信我大哥就这么死了。大少爷的电话打不通。云峰说，事发的时候，大少爷的确在那辆车里。抱歉。老夫人，傅庭渊现在没有回来，不代表他不在了。我相信傅总吉人自有天相，一定会平安回来的。你是谁啊？我是叶婉欣，今天本该是我跟傅总。一进门我大哥就出事儿，我大哥一定是被你害死的，你就是个色不星！闭嘴！婉星啊，你是好孩子，是我们家阿渊没这福气。既然这里还没成，你就回去吧。老夫人，我既然已经进门，无论如何都不会在这个时候离开傅家的。如果您不嫌弃我，我愿意做您的孙媳妇。真的？当然。奶奶，这个女人绝对不能留在我们家。是啊，奶奶，大哥本来就对这门亲事不感冒，现在大哥人没了，把他留下来不是膈应大哥吗？叶婉欣，你想留在傅家，傅庭渊这对龙凤胎弟妹就绝不会同意。上辈子我就是被他们折磨死的，这辈子你也别想好过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你一口一个你大哥没了，你是真的希望他不回来了吗？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，敢就去巧淫我！我既然已经过门，就是你的大嫂，你就是拿这样的态度对待你的大嫂吗？你的规矩和教养呢？你算哪门子大嫂？你跟我哥还没有举办婚礼，那就等他回来，等他回来做决定。
我相信傅庭渊一定会活着回来。你是他的妹妹，你也这么想？好一个伶牙俐齿的女人！但是，你真的希望我活着回来？对，说得对，阿渊他一定会活着回来的。婉星啊，以后你就是他们的大嫂了。奶奶，没想到这小贱人把老的小的都收服了，没那么简单。妈，这个女人，她不能留。妈，你就看着吧，有傅二叔在，她绝对没有好日子过。二叔，你来了。盛楠，我看婉星挺好的，既然她有这份心，我们何不成全她？要是阿渊他真的有个万一啊，搜救队已经在寻找阿渊的下落，您就放心吧，不会出事的。至于这个女人嘛，巧言令色，满口诡辩，留在我傅家，也只能是祸害。这，老夫人，除非傅庭渊活着回来要跟我离婚，否则我是不会离开的。好，那就让我看看你对阿渊的感情到底有多么的坚贞。来人，把东西拿上来。就因为叶婉清有机会继承我的部分遗产，你就这么针对他？看来幕后黑手真的是你二叔。叶小姐，如果你能够在这个钉板上可以站上1刻钟，我就姑且让你留下来。盛楠，你这有点过分了吧？奶奶，这一点都不过分。要做我们的大嫂，没点真功夫能行吗？就是，他要是不愿意的话，就算了呗，又没有人逼他。珍珍，还好嫁过来的不是你吧？是啊，上辈子我被迫踩上钉板，坚持了2秒就摔了下来，还受了很重的伤。还好，这辈子有叶婉清这个替死鬼。婉星，你是叶家的女儿，这个时候可不能退缩。别忘了，叶家已经容不下你。婉星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有老太婆放话在这儿，谁都不能赶你走。忘记你会怎么做？夫人，谢谢你的体恤。不过婉欣若是今天退缩了，日后在傅家，也没有人会把我放在眼里。欲从涌泉血起，今饮白雪之太白雪。恭喜小姐训练一成，如此方有世家宗父之风范。这个人果然没让我失望。这个小贱人凭什么这么好运？阿叔，计时了吗？没想到这丫头有点本事。1刻钟已过，这一关就算你过了。少夫人，小心！多谢。这人身为保镖，怎么眼神如此高馊？你是谁？为什么戴着口罩？二爷，他是沈峰，上次出外勤的时候脸受伤了，我才让他戴着口罩的。阿叔，我现在可以留下来了吧？没那么简单，
作为我傅家的长媳，你以后会代表阿渊出入上流社会。如果没有眼光，没有见识，那出去只能够是丢我傅家的脸。二叔，你手上那枚戒指有点来头吧？你还有些眼光。这个是南朝叶首府最心爱的翠香金戒指，价值上亿。可惜啊，这枚戒指是假的。二叔，这就是你的见识和眼光。你凭什么说它是假的？因为这枚戒指被叶首府送给了他最心爱的长孙女，可是他的长孙女却不小心把这枚戒指摔坏了。简直是胡说八道，史书上根本没有记载。好，既然这样，我让你长长见识。刘管家，把我车上东西拿过来。是，你随我一起吧。是。叶晚星，你不是很有眼光吗？现在这里有4个瓷器，只有1个是真正的北朝古董。我现在给你1分钟的时间，如果你找不出来，就给我滚出傅家。盛南，这也太难为人了吧！奶奶，你别管他，他竟然敢说二叔的戒指是假的，这让他自己证明自己。已经过去半分钟了，你要是实在判断不出来，就自觉点，滚出去吧。还有10秒，9、8、7。真正的北朝古董就是它，就是它。蠢货，我告诉你啊，这4个陶器没有1个是北朝的古董。其实呢，这是一道陷阱题，你以为你随便指一个就有1/4赢的概率？我告诉你，这只能说明你什么都不懂。子安说的没错，还敢说我的戒指是假的？来人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没错，只看表面，它的确不是北朝的古董。好，但现在它是了。居然砸坏了二叔的藏品，你完蛋了你！这虽然不是北朝的古董，但是价值千万，把你卖了都赔不起。叶晚星是在挑衅我吗？我告诉你，这招对我没用。你今天不光要赔我的古董，我还要把你赶出傅家。还有你们叶家，最好做好准备。叶晚星，你个扫把星，赔偿你自己想办法，我们叶家是不会出这份钱的。姐姐，就算你对傅二叔有所不满，那也不能砸了他的藏品泄愤的。我说了，他现在就是北朝的古董，因为……够了，别在这故弄玄虚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扔出去！等等，快看，那是什么？这是麒麟玉佩。传说北朝开国皇帝的麒麟玉佩，据说它能延年益寿，甚至让人重返青春。你说它是麒麟玉佩，它就是了吗？只有麒麟玉佩才能发出这种炫目的绿光。老夫人请看。这一定是麒麟玉佩，不会错的。丫头，你怎么知道陶瓷底部藏有麒麟玉佩呀？刚才陶器放在桌上的时候，发出了一丝沉闷中带着一丝清悦的声响，只有麒麟玉佩才能发出这种声音。那个时候，难道他是故意的？我想二叔肯定愿意把这块麒麟玉佩献给老夫人。这个女人倒是会借花献佛。这玉佩呀，给不给我倒无所谓，只是刚才的赌局是婉星赢了，这下婉星能留下来了吧？罢了，反正傅庭元已死，
这丫头就算有几分能耐，也分不出什么大浪。当然当然，从现在开始，叶小姐就是我的侄媳妇了。对了，既然这个麒麟玉佩有延年益寿的功效，那自然是孝敬妈您老人家了。我都一把年纪了，活那么久干嘛？我只希望我的阿渊能活着回来。搜救队的电话。快！喂，什么？这……妈，搜救队的人说，他们找到了阿远的尸体。啊！妈，奶奶，阿远，阿远，你是傅庭渊？你是傅庭渊？不，他的确长得有点像阿渊。我刚才一时恍惚，看错了。可是，他不是阿渊呢。但是我相信，阿渊他还活着。那具尸体肯定不是他。你赶紧派人去把事情给我弄清楚。还愣着干什么？你快去呀！哦，好，是，妈，我现在就去，您别着急，保重身体。奶奶，我们也去。去，你们都去。你叫沈风，刚才谢谢你。你没事就好。老夫人，你一定保重身体。我相信傅庭渊如果还活着，他也不想看到你为他伤怀。你说的对，今天难为你了，你早点回房间休息吧。老夫人，叶家人还在这里，我先送他们。应该的。不用送了。既然老夫人已经接纳了你，你就好好在傅家当你的少夫人，不要给你爸丢脸。我们就先走了啊。贱人，你敢打我妈！这，我知道你们今天来是刻意来看我笑话我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你们失望了。这一巴掌就当做是利息，今后我会慢慢找你们算账。你看，你爸爸！我既然嫁进了傅家，就是傅家的少夫人。叶国华站在我面前，也不敢大声对我讲话。你以为你搬出了叶国华，我就会怕了？滚！老夫人，我刚才是故意恐吓他们。您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利用傅家少夫人的身份胡作非为的。哎呀，没关系啊，你大可以肆无忌惮，我就喜欢你这种性子，相信阿渊也会喜欢的。沈风，我说的对吧？奶奶果然猜到了是我。啊，老夫人，我不敢随意揣测傅总的心意。婉星啊，以后就让沈风负责你的安全，放心，你可以尽情的使唤他。沈风，你没意见吧？但凭老夫人安排。好，你呀，现在就送婉欣回房间休息。是，少夫人。老夫人，少夫人在外面，沈风贴身保护倒也没什么，这在家里，是不是得注意分寸啊？注意个毛线呐！我这么安排自有我的道理。记住，把你今天所看到的这一切都给我烂在肚子里，懂？是。少夫人，这是大少爷的房间，以后你就住这里吧。退下吧。是。既然傅庭渊已经死了，那这个房间就是我一个人。你怎么还没走啊？
么？老夫人说你刚刚踩钉板可能会受伤，让我一定要看清楚。胡说，老夫人没有说过这样的话，而且我的脚也没有受伤，你快松手！不行，反正我一定要看清楚，这样我才能放心。放肆！是我冒犯了，您脚没有受伤就好。你好大的胆子，身为保镖竟敢轻薄于我！少夫人，你就没有想过，如果大少爷真的遭遇不测，你会怎么办？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少夫人，您还年轻，万一以后你深闺寂寞，难道老夫人是故意让他考验我的？我相信他一定会回来的，只要我在傅家1天，我绝对不会做背叛傅庭渊的事。据我所知，您之前和大少爷甚至从未见过面，你何必为他做到如此地步？我虽然没有跟他见过面，但我倾慕他已久，所以请你收起你那些龌龊的心思，今后再有下次，我绝对不会轻饶。倾慕于我，这个女人还真会胡说八道。我想，哪怕为了这份心意，大少爷也会活着回来。你知道就好，退下吧。少夫人，那我先退下了，你好好休息。真是个麻烦的男人。不过这样，老夫人应该不会再怀疑我了吧？民法典，这我得好好看看。站住！老夫人，你有什么吩咐？你个臭小子！我让你给我装！我让你给我装！说吧，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奶奶，我暂时还不能告诉你。我找到二叔犯罪的证据，自然会跟您坦白。罢了，我知道你这么做肯定有你的道理，只是你也看到了，婉欣是个好姑娘，你可不能辜负她。可惜，刚嫁进来，丈夫就死了，她现在一定很难过。奶奶，我可没看出来她哪里难过，恐怕她巴不得我永远不回来。原来我也有机会继承傅庭渊的遗产，那这样我岂不是既有钱又不用伺候丈夫？世界上还有这种好事？要是这样的话，当一辈子傅家少夫人也不是不行。嗨，我不许你这么说婉欣，我不管你要做什么，我最多给你1个月的时间，我还等着你和婉欣给我生个小孙孙呢。知道了，不过在此之前，你可千万不能露馅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哼，臭小子！江边那具尸体不是傅庭渊的，身形完全对不上。这么说，傅庭渊他没死。阿元，对了，傅家有个保镖名叫沈峰，你立刻把他资料调出来。是。阿姨，这是沈峰的资料。这没想到，从身形上看，他的确跟傅庭渊有几分相似。没错，而且上周他因出外情伤了脸，最近都戴口罩。我这是魔怔啊！就算傅庭渊他没死，他也绝不可能回傅家当保镖啊！大少爷跟车一起翻到河里，绝无生还的可能。之所以没找到尸体，可能是因为汽车在爆炸的时候，大少爷就直接被炸成灰了。你说的有道理。阿叔，阿叔，我们刚才去看了，那个尸体好像不是大哥的。这是不是说明大哥极有可能还活着？对，这个没消息呢，那就是好消息啊！这说不定过不了多久，你们大哥他就回来了。对了，你们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们奶奶啊！至于你们那个大嫂啊，
我才不承认她是我大嫂呢。二叔，你放心，我和雨安会把这个女人赶出去的。那就辛苦你们了。哎呀，现在是多事之秋，你说家里来个外人，那肯定是让人放心不下呀。对了，这张卡你们拿着，这缺钱了就找我啊。谢谢二叔，谢谢二叔。那我们先回去了啊。二少和三小姐愚蠢冲动，不足为惧。二爷，傅氏集团只能是您的。只是可惜呀，叶婉星这个女人占据着傅庭渊遗孀的名头，早晚是个麻烦。希望这两个蠢货能够帮我把她赶出傅家。迟早的事儿，二爷，您就瞧好吧。副总，您猜的没错，傅二爷果然还是调取了沈峰的资料。这下他应该一律警消了。你派人盯着他，以他的性子，用不了多久就会得意忘形。是。还有公司的高层，我在此讯传出之后，肯定会有人按耐不住。你派人盯着点。您放心。总裁，你要去哪儿？回傅家。总裁，这是当保镖当上瘾了？老夫人，好消息啊！二少爷和三小姐说，那具尸体不是大少爷的，只是什么？二少爷和三小姐说，他们不愿意同少夫人在同一屋檐下住，只要少夫人还在傅家一天，他们就绝不回家。哼，这两个小兔崽子反了天了海！去，马上派人把他们两个给我抓回来。是。奶奶，还是让我去吧。他们是因为我才不回家的，我会努力让他们接受我的。也好，那就让沈峰陪你去吧。啊，对那两个小兔崽子，千万不要手下留情。好。二少爷和三小姐就在这家酒吧。少夫人，其实你可以不用出面的，老夫人不会纵容他们胡来。我现在是他们的嫂子，我有义务管教好他们。我可是要在傅家待一辈子的，不把这两个小兔崽子收服，我还怎么立稳？走吧。今天大家尽情的喝，所有的消费我买单。怀州哥，你之前不是说你大哥管得你很严吗？那你哪来的钱呀？我二叔给了呗。我二叔啊，比我那个大哥大方多了。就是，平时大哥啊，这也不让干，那也不让干，还是二叔好。接着喝，接着喝。来，干杯！这两个蠢货，连什么是绑杀都不知道。傅二爷在这个时候给他们钱，肯定不安好心。他们连这个都看不出，我这就替傅庭渊好好教训他们。少夫人，他们人多，您绝不是对手。我没打算跟他们动手。你他妈谁啊？诸位，11点了，该回家睡觉了。叶晚星，想让我回家也可以啊，你从我们傅家滚出去！就是，你不要以为你讨了奶奶的欢心就万事大吉了。你要知道，我和雨安是奶奶的亲孙子，你不过是个外人，别指望奶奶会选你。所以，血缘就是你们唯一的筹码，对吗？真是可怜啊！明明自己也知道，除此之外，你一无是处。贱人！二哥，谁动起我？可能老天爷也看不下去了吧？你嘴上说着是要把我赶出傅家，其实就是想找个理由出来喝酒玩乐。废物就是这样，明明自私懦弱，却还要甩锅说是别人的错。你蠢货！你大哥现在生死未卜，你但凡有点脑子，也不该把矛头对准我。
不过也可以理解，可能是你妈妈生你的时候把人丢了，把胎盘养大。没事没事，闭嘴闭嘴！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凭什么那么说二哥？这不就轮到你了吗？你二哥是蠢货，那你就是白痴。每天就知道跟着他屁股后面捡剩饭吃，你还会什么？豆腐都有脑子，你却没有。好好的人，却活得像个笑话。你觉得自己很光荣是？这个女人果然没动手，但是比动手还狠。你让我弄死他！有什么事我担着。你觉得这个蠢货能给你们承担什么后果？快走！你们！哥！沈峰，你是我们负责的保镖，帮一个外人。因为他比你有脑子，知道什么叫识时务。叶婉欣，看我今天不杀了你！还在狗叫？把银行卡交出来！凭什么？银行卡是二叔给我的。你也不好好想想，你二叔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把银行卡给你？万一你大哥回不来了，你们在这里喝酒玩乐，就是你们没担当、没良心的证据。到时候，富氏集团必然会落到你二叔的手。他倒是看得透彻。只是可怜你们大哥呀，多年的心血却成了他人的嫁衣。啊，说不定你大哥出事都是你们二叔的手笔。不可能！谁是最终受益者，谁就是始作俑者，这个道理都不明白，果然是蠢货。沈峰，就让他们待在这里吧，我懒得跟两个蠢货斗嘴。你站住！你说我们是蠢货，那你呢？除了会耍嘴皮子，你还会什么？二哥，他还会鉴宝，麒麟玉佩就是他发现的。他那是凑巧，反正我不服。不服？行啊，那你擅长什么？我们比比。你不会没有擅长的东西吧？我会喝酒。你有本事喝赢我，我今天叫你一声嫂子。喝酒？行啊。少夫人，别担心，让他们送酒过来。好。谁站到最后，谁就是赢家。好啊。这还不是我的全部实力，继续啊！喝这么点，养鱼呢？怎么样？你服不服啊？我1000个、10000个服。嫂子，对不起，之前是我们错了。走吧，沈峰。是。二哥，二哥，二哥！少夫人，原来你也是强弩之末了。少废话，让我服一下。
二哥，二哥！啊，这大嫂不会给大哥戴绿帽子了吧？不过这个沈风真的跟大哥有点像。我还能再喝10瓶。好，知道了。真的。好。你是谁啊？我是你的丈夫。胡说，我丈夫死了。他死了，你很开心吗？他死了才好。他死了，我就不用再伺候他了。谁不想当豪门寡妇？我就知道，叶婉欣不会让你输血。叶婉欣，你和传闻很不一样，在你的身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不为人知的变故？变故？死过一次，算吗？算。好巧，我也是。那这么说来，我们真有缘分。那你让我看看，你长什么样子？我昨天晚上怎么回来的？我记得我跟傅怀州喝酒，喝断片了。谁送我回来的？是沈风？这个混蛋不会趁机占我便宜了吧？还好没什么异样，谅他也不敢。哎呀，你凭什么呀？让我们什么都听他的？就是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要这样？早安，大嫂，早上好。我记得昨天某人打赌输了，说要叫我什么来着？嫂子，好好说。嫂子，哎，乖。婉欣啊，我就知道，只有你呀，才能镇得住这2个混世魔王。奶奶言重了，我不过是讲一些道理，还好他们能听得进去，对吧？好好好，你们2个以后都要听你们大嫂的话，知道吗？知道。那我吃好了，你慢慢吃。吃完。我也吃好了。婉欣啊，不用管他们，我们2个坐下来吃早饭。赶紧坐下来吃。二哥啊，你觉得大嫂说的是真的吗？那个二叔是从小看着我们长大的，怎么会害我们呢？别听那个女人瞎说。你要去哪儿啊？我去上课啊！我要跟那个女人证明，我不是废物。那我也要去。那个，婉欣啊，你觉得沈风这个人怎么样啊？
沈风啊，他作为保镖挺负责的。是吧是吧？那你除此之外呢，有没有觉得他长得很帅呀？你见到他的时候，这个小心脏会不会扑通扑通有心动的感觉？老夫人不会又在考验我吧？奶奶，沈风他每天戴着口罩，我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，我哪知道他帅不帅？至于心动嘛，那更不可能。啊，真的没有吗？当然没有，奶奶你放心，我不会背叛傅庭渊的。那个其实，奶奶，你想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哎呀，看来我得想办法给他们制造相处的机会，否则我得猴年马月才能抱上重孙呢。哎，那个婉欣啊，你赶紧吃，赶紧吃，吃完了之后呢，奶奶呀带你去商场逛逛，去买衣服和首饰啊，吃。奶奶，傅庭渊生死未卜，我们不合适吧？合适不过了啊！等他回来呀，他一定喜欢你，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快吃！好。总裁，公司好几个高层要求董事会重新发起选举，要选一个代理总裁。肯定是二叔的手笔，他想趁机占住执行总裁的位置。这下怎么办？我们还没拿到二爷害您的证据。别担心，他想要上位没那么容易。你继续派人盯着他。是。好，那就这样。哎呦，婉欣啊，刚刚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沈风既然来了，那就让他陪你去逛商场吧。去吧。老夫人对我的考验还没结束。少夫人，抱歉，刚刚是我冒犯了。没什么，不是你的错，走吧。这么贵？沈风，要不我们还是换一家店吧？我虽然有点嫁妆，但也经不起这么花。少夫人，你不用担心，有我。哎呦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我年纪轻轻就当了寡妇的姐姐呀！怎么，你很羡慕？呸！谁会羡慕你死了老公啊？告诉你吧，我定亲了，我的未婚夫可是周家的二少爷。周家可是数一数二的豪门，可不比傅家差多少。你这死丫头想用傅家来压我，哼，没门儿！不比傅家差多少，那还是不如傅家。也不知道你这位周家二少爷敢不敢为了你跟傅家作对啊？你少在这里恐吓我，傅家又不是你说了算。就是，我刚才都听见了。你要买件衣服，还要动用自己的嫁妆。看来傅家并没有把你当回事。哎呦，真可怜，就这样还敢威胁我们呢？少夫人，既然你已经嫁到了傅家，怎么可能还要花您自己的钱买东西呢？老夫人说了，您可以尽情的选购您喜欢的东西，没有额度限制。真的？当然。老夫人把她的卡给我了。叶婉欣，你别在这演戏了，还没有额度限制，谁信呢？就是，吹牛谁不会啊？吹牛？这件，还有这件，你要这3件是吗？这3件加起来也就20多万，还好意思说自己没有额度限制啊？这3件都不要，其他的全部包起来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麻烦帮忙算一下，然后把衣服送到傅家别墅。哎，是，一共997万。付款成功了，先生，衣服我会打包好送到傅氏别墅。少夫人，你还想要什么？放心，老夫人说了，哪怕你想把整个商场都买空也没关系。那倒不至于，我一个人也用不了那么多东西。倒是你，也不知道周家二少爷知不知道你这个未婚妻？你不会是在碰瓷吧？当然是真的。那你证明给我看啊！这家店除了衣服，
还有包包和鞋子。来吧，展示。这凭什么给你展示啊？我就知道是装的，没劲。沈风，我们走吧。是。别以为就你嫁入了豪门，我老公也把他的卡给我了，把你们店里所有的鞋子和包包都给我包起来。太太，一共1300万。真真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刷卡。啊，叶晚星，就凭你也想超过我？太太，付款成功了，听到了吗？我老公。喂，老公。你这个败家的娘们，竟然一下子刷了我1000多万，我已经存了你的卡，再敢花老子的钱，老子弄死你！老公，我还有啊，这1000多万就当你的彩礼了，以后进门嫁妆交给我保管，放你手上早晚败光。叶真真，这就是你老公？你确定你手上那个戒指是真的？我建议你要不还是去测测吧。少夫人，周家2少爷不喜欢女人，他绝对不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大的钻戒。叶真真，看来你嫁到周家也没有好日子过。那也比你好。叶晚星，别以为你讨了傅老夫人欢心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傅庭渊已经死了，傅家迟早是傅二爷当家，傅二爷那么讨厌你，迟早会把你赶出傅家。没错，傅老夫人也没几年活头，你的下场注定很惨，这辈子也只能被真真踩在脚下。是的。少夫人，他们说的话您不用放在心上，我向您保证，您的幸福生活还在后面。他们刚才说傅家迟早要落到傅二爷手里，可是我明明记得傅庭渊的股份比他多，傅庭渊现在不在，我是不是有权利继承他的股份？真的吗？那我岂不是可以跟二叔争一争副市长权人的位置了？当然，我不是说傅庭渊不能回来了，我只是在想这段时间我可以帮他站住这个位置，你说对吧？可以啊，既然少夫人你有此志向，那就放手去做吧。你不会觉得我是在异想天开吗？毕竟我没有在傅氏待过，董事会应该不会支持我。少夫人，只要你想，我就一定会帮你达成愿望。你口气怎么这么大？你到底是谁？我当然是沈风了，我之前一直跟在大少爷身边，所以我知道大少爷他是怎么做的。如果你想知道，我可以告诉你。那太好了，如果成功了，我一定给你升职加薪，让你成为傅家的保镖头头。少夫人，我不想升职加薪，我也不想成为保镖头头，我只想……沈风，你放肆！我早就提醒过你了，你再这样我饶不了你。你是觉得我在跟你开玩笑吗？少夫人，您误会了，我的意思是，只要待在少夫人身边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那你刚才怎么还靠那么近？有个虫子飞过来了，我帮你赶走它。哎呀，我没时间跟你计较了，我们现在就回去，你好好跟我讲讲怎么拿下副市长权人的位置。好。这么多，少夫人，董事会那些老家伙没有那么容易敷衍过去，所以您必须尽快把这些文件看完。当然了，如果您要觉得太困难，想放弃，我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啊，谁说我要放弃了？谁说我要放弃了？某某，我把45期背得滚瓜烂熟了，现在可以参加科举了吧？大小姐，只有男子才能参加科举。可是我比我那几个哥哥学的都好啊！唉，这些书啊，你以后还是别看了，以后啊，还是多看看女德和女纪吧。好不容易有机会掌握权力，我怎么会嫌累？你就在这待着，我有什么不懂的，自然会问你。好。这个资产负债表是什么意思啊？资产负债表
代表的是公司某个时间段内资产负债和所有人权益。他认真说话的时候，包括有挺有美丽流动资产和货币基金。也不知道面具之下的他到底长什么样子。少夫人，你有在听吗？我当然在听。你继续说。哦，少夫人，我觉得你大概是饿了，我去给你拿一些点心。对，我是有点饿。去吧。叶婉欣，你要把持住啊！你要是把持不住，你下半辈子的幸福生活可就完了。少夫人，你的点心。不急，你继续说。好。老夫人，别吵！沈峰怎么能跟少夫人同处一室？这不合适吧？怎么就不合适？我觉得合适的很。喂，什么事？副总，好消息，我已经找到是谁在您的车上动的手脚了。只要找到他听命于二爷的证据，就能彻底扳倒二爷了。您是时候回归了。不着急，还是等你拿到切实的证据再说。可是傅二爷已经说动了董事会，重新发起投票选举，再这么下去，怕是来不及了。傅盛南不会赢的。难道您指望二少爷、三小姐，他们绝不是二爷的对手？我说的当然不是他们。今天董事会，叶婉欣也会参加，到时候你要尽全力帮他。叶婉欣是谁？少夫人。我怎么睡着了？你怎么不叫醒我啊？少夫人，我正打算叫你。今天就是董事会的选举日，我们要准备出发去富士集团了。什么？可是我还没看完呢。你目前掌握的信息已经够用了，我相信你一定能获胜。走吧。今天这个会议的目的，想必大家都已经清楚了。已经3天了，还是没有阿渊的消息。我虽然也不想承认这个事实，可是阿渊他肯定已经……二爷，您的心情我们都理解。副总的死讯已经让公司的股价发生了震荡，我们必须重新选出执行总裁，让他带领集团继续走下去。是啊，发生这种事儿，我们也很难过。但是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。你们难道就没有怀疑总裁为什么出事吗？我怀疑那场车祸根本不是意外，而是人为。那这事情的性质就不一样了呀。总裁出了意外，谁才是最大的受益者？于峰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这些年副总能坐稳执行总裁的位置，和二爷的支持脱不了干系。就是，你怎么可以怀疑二爷？我怀疑他怎么了？这才第3天，他要是真的像他表现出那么伤心，就应该想办法寻找总裁的下落，而不是迫不及待的开董事会。前几天这个于峰一直没什么动静，还以为他构不成威胁，没想到他在这儿等我。于峰，我也是以大局为重，就算你因此怀疑我，我也必须发起这个投票。诸位，今天的候选人除了我之外还有我。今天的候选人除了我之外还有我。这是你见过的人？你来干什么？二叔，我与傅庭渊夫妻一体，他既然不在，自然应该由我替他行使他应该有的权利。没错，总裁不在，他名下的股份就由少夫人继承。现在少夫人才是富士集团最大的股东，少夫人当然有资格竞争执行总裁一职。胡闹！董事会的选举看的是候选人的能力，
和对集团的贡献，什么时候开始看股份的多少？就是，少夫人若是想行使自己的权利，可以给你看中的候选人投票，但你若是自己竞争执行总裁的职位，不可能。这媳妇儿，你都听到了吧？事情关乎到集团未来的发展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。能力，我暂时没有办法向各位证明，但是我了解傅庭渊，了解他的战略和野心，也了解人工智能深海还有星辰计划。只有我才能带领公司继续走向正轨。星辰计划是副总大力推进的核心算法改革计划，深海是公司的智能 AI， 事关集团未来的战略发展方向。我同意邵夫人担任执行总裁一职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我不同意。无论是星辰计划还是 AI 深海，我都有所参与，难道不比他了解更深吗？可是星辰和深海数据库的蜜月在我手里。什么？对啊，是什么呀？他怎么会在他那边？这绝不可能！除了傅庭渊，没有人知道星辰和深海的蜜月，更何况你们结婚之前连面都没见过，他怎么可能会把蜜月交到你的手上？蜜月确实不是傅庭渊给我的，我是在婚房里找到的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蜜月就在我手里，你们只能接受这个事实。既然蜜月在邵夫人手里，那么公司的掌权人也只能是邵夫人。你说是蜜月就是了，谁知道你是不是随便拿个 U 盘糊弄人呢？没错，谁知道这个蜜月是不是真的？除非你当着大家的面，用这个 U 盘里储存的蜜月连接上核心数据库。不行，你是说用这个 U 盘假装蜜月？没错，这将是你赢过傅盛南最重要的筹码。可万一他们让我当场验证蜜月的真实性怎么办？你可以拒绝啊，因为这样做极有可能泄露核心机密。当着大家的面用蜜月打开数据库，很有可能泄露机密文件，你不会不知道。二叔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？事关蜜月，就算有风险也值得一试。是，大不了让技术部门待命，如果发现泄露，立刻退出。有道理啊，有道理。既然大家都同意了，那就请侄媳妇当场验证蜜月的真伪吧。我什么我？你要是不敢的话，就给我滚出去，别在这儿丢人现眼。谁说我不敢了？用我的吧。要是验证失败，就再想别的办法。傅庭渊怎么可能随便把蜜月放到卧室里？这个蜜月绝不可能是真的。都这么长时间了，还没有登录进去，那肯定是打开了，成功了呀！啊！这怎么可能？这竟然成功了！可是这个 U 盘是沈峰给我的，他怎么可能会有真正的密码？二爷，大家也都看见了，邵夫人的蜜月确实可以登录数据库。现在，请大家投票吧。我建议投邵夫人，毕竟谁拥有了蜜月，谁就掌握了集团数据库的命脉。不，我不同意。谁赢得了选举，谁才有资格获得蜜月。诸位，你们都投我。放心吧，我会想办法拿到蜜月的。二叔不会是想从我手里抢吧？若真是这样，蜜月要是有所损坏，那可就是你的责任。你敢？各位，我知道，不管是我还是二叔，能力都比不上傅庭渊，但是我想担任执行总裁一职，只是想替傅庭渊站住这个位置，然后再等他回家。我安什么别的心？早知道这个女人如此麻烦，那天我就应该彻底解决她。结果出来了，啊！二爷和邵夫人竟然平票。什么？这到底他怎么办？竟然是平票！你们！我想起来了，我的2个侄子，他们也有公司的股份，他们也有投票权。我那天在酒吧说的话，怀州和宇安未必会信。要让他们在我和傅盛南之间做选择，恐怕他们还是会选傅盛南。去把2少爷和3小姐请过来。是。
二位贤侄，你们就按照自己的心意选择，不用害怕，二叔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们。快选吧，犹犹豫豫的像什么样子？这怎么可能？你们是不是按错键了？对不起，二叔，我们必须选大嫂。没想到他们竟然会选我！你们疯了吗？二叔，你别吓着他们，这可是你说的，按照自己的心意做选择。二叔，我们投大嫂是因为我们觉得大哥会活着回来。是啊，二叔，大嫂只是暂时代理，你为什么这么生气啊？就算是暂时代理，你也不能选他呀，他什么都不懂。二叔，是不是有二叔您嘛？大嫂不会，您教教他呗。说得对，遇到问题我一定请教二叔。总之，结果已定，我宣布，少夫人将暂代傅氏集团执行总裁一职。谢谢大家，我一定不负大家所望。Come on, let's go. Play it out loud so they won't. We fucked up so bad they can fall. 少夫人，这里就是总裁的办公室，您以后就在这儿办公。这就是胜利者的喜悦吗？少夫人，恭喜啊！沈峰，对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 U 盘里藏着真正的命运。说，你到底是谁？少夫人，您觉得我应该是谁？我知道了，你一定就是傅庭渊的心腹。心腹？不是心腹，你怎么可能那么了解他？还有真正的蜜月，你一定觉得傅庭渊遇害和傅盛南脱不了关系，所以你宁愿让我上位，也不想让傅盛南得逞。我说的对吧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就是傅庭渊本人呢？你开什么玩笑？傅庭渊可干不出来这么无聊的事。难道你很了解我？好啦，我承认你开的玩笑很好笑。对了，今天傅怀州和傅雨安都给我投票了，这两个混世魔王怎么突然转性了？那可能是你在酒吧对他们的教育很成功啊。是吗？二哥，你是不是也收到了大哥的短信，所以才会给大嫂投票？你也收到这个短信啊？虽然是个陌生号码，但是那个口吻一看就是大哥。大哥可能真的还活着。太好了！只是没想到二叔竟然会那么失态。看来大嫂说的没错，大哥的死可能真的跟二叔脱不了关系啊。行吧，我承认他比我们有脑子，难怪大哥让我们选他。我们以后啊，一定要小心二叔，千万不能透露大哥还活着的消息。这两个小兔崽子口口声声说帮我赶走叶晚星，结果却给他投票，枉我花费这么多心思拼命的笼络他们，一天到晚大哥大哥，其实他们的大哥早他妈死翘翘了。董事会是疯了，那个叶晚星甚至从来没有来过公司，怎么会有那么多人给他投票？谁能想到傅庭渊会把蜜月藏在卧室？现如今他拿着蜜月，董事会只能投鼠忌器，所以才会选他。二爷，您看要不要找人？不，在这个节点，如果他出了问题，傻子也会怀疑到我头上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？如果现在公司的重要项目出了问题，我就可以联合董事会给他施压，逼他退位，让他交出蜜月。我明白了，二爷，我这就去办。对了，沈峰，你觉得接下来我该怎么做？傅盛南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他不会要杀了我吧？傅盛南小心谨慎，他绝对不会在这个时候对你动手。我猜他会在工作上面为难你，比如大少爷出事前刚刚和盛世国际的张总
达成了意向合作，但是还没有正式签约。傅盛南肯定会从中作梗。假如你和盛世国际的合作没有达成，对您的声誉会造成很大的影响，所以这个项目不容有失。总裁，你要的文件。哦，这是我让云峰给你准备的文件，邵夫人，请您过目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拿下项目，好好站住这个位置。邵夫人，我相信你。完蛋，总裁这是彻底沦陷了呀！叶总，你就别忙活了。我说过，我不相信你的能力，这份合约我是不会签的。可是你不相信我，总该相信傅庭渊吧？这个项目前期都是他主导的，渠道已经打通，资金全部都已经到位，在这个节骨眼上放弃，吃亏的是你。这个亏，我吃得起。张总，我知道你的独生子生了一种怪病，只有玉髓丸才能治。傅盛南手里有玉髓丸的配方，他答应把配方给你，但条件是不跟我签约。我说的对吗？没错，只要能治好我儿子，我愿意付出一切。所以，你放弃吧。张总，这是您要的玉髓丸。叶总，你在开玩笑吧？玉髓丸已经失传1000年，就连配方也是前不久才问世，后来被傅二爷派了去。傅二爷怎么可能把配方给你？傅盛南手里的玉髓丸配方经历了1000年的风雨，有所损坏，就算拿到手也配不出真正的玉髓丸。那你这玉髓丸又是从哪儿来的？我只能告诉你，这枚玉髓丸是真的。张总，是真是假，您找人验一验不就知道了吗？我们邵夫人愿意把玉髓丸无偿赠与你。叶总，你最好不要再耍我。邵夫人，这玉髓丸是按照您给的配方制作出来的，但你真的确定它能治好张总的儿子吗？试一试嘛，反正吃了也没坏处，要是没用，我们再想办法。可是，走，先过来陪我看文件。叶总，叶总，好了，我儿子好了，谢谢你给的玉髓丸，你的大恩大德我没齿难忘啊。张总，您夸张了。对了，我们那个合同……哦，我签，现在就签。张总，您请。叶总，合作愉快，我就先回去陪我儿子了，改天再请你吃饭。搞定。邵夫人，没想到你给的配方竟然是真的。那当然。可是，就连二爷花高价拍卖来的配方都只是残缺的，那完整的配方，您又是从哪里知道？我做梦梦到的。邵夫人，您觉得这个理由我会相信吗？我们都并肩作战这么久了，你对我竟然还有保留？我们并肩作战这么久，你对我竟然还有保留？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嫁到傅家那天，我做梦梦到了自己的前世。叶婉欣，你和传闻很不一样，在你的身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不为人知的变故？变故？死过一次，算吗？原来如此，难怪你说你是死过一次的人了。等等，我什么时候说过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啊，现在是赶紧拿下城南的那块地皮。现在那块地在鸿盛集团的陈总手里，他倒没有生病的儿子，不过他是个画痴。哦，那他喜欢什么画？丹青，尤其是山水画。他最爱的画家是南朝的叶大家，可惜叶大家的真迹极少有流传下来的。巧了，我有办法。傅氏集团想要城南那块地皮，行啊，
换傅盛南来跟我谈，说不定我还会考虑考虑。至于你这个小丫头片子，陈总，我现在才是傅氏集团代理总裁，傅盛南恐怕没有这个权利。那就没得谈了。少夫人，您不是一直想要南朝叶大家的清风图吗？我终于在黑市买到了。清风图的真迹早就失传了，你这个肯定是假的。听说陈总是此中高手，可否帮我鉴定一番？哼哼，拿过来吧。这细节，这笔触，完完全全就是叶大家的风格呀！这居然是真迹！叶总，这幅清风图可以传给我吗？哎呀，这个嘛……哦，城南那块地皮，我愿意卖给你。那太好了，如果您签字的话，现在就可以把这幅画带走。好，没问题。叶总，我们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等等，这落款的墨迹怎么还没干？肯定是受潮了。哦，大概是。我回去得好好养护一番。怎么样，少峰？我是不是很厉害？是啊，没想到少夫人临摹的清风图，连陈总都能骗过。您上辈子一定是个才女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才就是激动了。少夫人，您不用道歉，我是你的，你可以对我做任何事。沈峰，你是我的保镖，但不属于我，我也不想对你做任何事情。可我对少夫人早就情不知所起。沈峰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我不管你什么情不情的，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。为什么？就因为我是保镖，配不上少夫人。这跟你的身份没有关系，我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因为傅家，因为傅庭渊。只要我在傅家一天，我绝对不会做背叛傅庭渊的事情，哪怕他已经死了。少夫人，不接受我没关系，我只想知道少夫人对我有没有一点点动心。没有。可我明明感觉到少夫人你对我……你的感觉是错的，以后不许再提这件事情了。我先把合同送到法务部去。叶婉欣，我迟早会让你亲口承认的。你说什么？他不仅签下了和盛世国际的合约，还拿下了城南的地皮。没错，张总和陈总明明已经答应过我，不会和他签合同的，不知道那个女人是怎么办到的。看来从一开始我就小瞧他了。二爷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再这么下去，他就真的站稳脚跟了。于是先别慌，冷静。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代理总裁，完全是靠着傅庭渊。你想想，如果他做出了对不起傅庭渊的事情，他就没有资格再留在这个位置上。就算是董事会能够忍他，老夫人和那两个小兔崽子也不会忍着他。您说的有道理啊，可是叶婉欣身边有沈峰寸步不离的跟着，我恐怕也找不到下手的机会。他接下来要攻克的项目是和临江科技的合作案，而临江科技的总监许芊芊追了傅庭渊多年，放心吧，这个许芊芊一定不会让他好过的。
临江科技这位徐总监，真的就没有弱点吗？纯靠谈判的话，我的胜算不是很大。少夫人，坐。有。徐总监苦追大少爷多年，但是大少爷从未给过他回应。什么？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我怕少夫人临阵脱逃，毕竟你嫁给了大少爷，徐总监很可能对你有敌意。哎呀，那现在怎么办？放心，我已经有了办法。您就是你就是叶婉星。也不过如此嘛。真搞不懂傅庭渊为什么不愿意和你解除婚约。徐总监，您消消气。傅庭渊一心扑在工作上，他之所以不解除婚约，是把婚约当成了挡箭牌，所以您不必对我有敌意。他也不喜欢我。可你还是霸着傅家少夫人这个名头，所以这个项目我是绝不可能跟你合作。我讨厌你。徐总监，您别这样嘛。这个项目是傅庭渊的设想，你不是在跟我合作，你是在跟傅庭渊合作。少在这里跟我来这一套，他能不能活着回来还不一定呢。我现在答应跟你合作，最后便宜的不还是你？徐总监，您想喝茶还是喝咖啡？你是谁？啊，他是我的保镖兼助理沈峰。虽然戴着口罩，看上去气度不凡。喂，叶婉星，只要你把这个保镖让给我，我就答应跟你合作。徐总监，抱歉啊，沈峰对我很重要，我不可能让给你。行吧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我也不是真的缺保镖，我只要他陪我一个晚上。什么？这也得看他自己的意。今晚要不要来我家喝酒啊？放心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多谢徐总监抬爱，只是哪怕就只有一个晚上，也得少夫人发话，否则我是不能跟您回去的。叶婉星，你就给他发个话吧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你凭什么不同意？这一点诚意都没有，还想跟我合作？这是两码事，徐总监。如果你有诚意的话，你就看看合作细节，但你想要沈峰，免谈。叶婉星，丢掉这个合作案，你的这个位子还能坐几天？你本来地位就不稳。那就不劳烦徐总监您操心了。既然徐总监你没有想要谈合作的诚意，我也不勉强，你请吧。叶婉星，你会后悔的。少夫人，您为什么不愿意答应他？怎么，你很想陪他一晚上啊？我是男人，徐总监年轻又漂亮，陪他一晚上，我也不吃亏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少夫人，你不是说你并不喜欢我吗？既然如此，那为什么不能接受我跟别的女人在一起？那他毕竟对我有敌意，万一你要是爱上他了，背叛我怎么办？我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？那少夫人的意思是，即使你不接受我，但我的身心依然要忠诚于你。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，反正除了许芊芊，你找谁都行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要请半天假。你请假做什么？去找女人。不行，那我不同意请假。少
少夫人究竟是不同意我请假，还是不同意我去找女人？行，我同意你请假了，你去吧。真的吗，少夫人？当然是真的了。你今天要是不去，你就不姓沈。我要先回去工作了。遵命。哎，总裁啊，你跟少夫人吵架了？没有，她只是吃醋不肯承认罢了。啊？说吧，什么事？哦，总裁，原来不只是这次的车祸，还有您上次、上上次的遇害，都是二爷的手笔。证据我已经找得差不多了。果然，从10年前我进入富氏集团开始，他就想弄死我。总裁，您打算什么时候回归，让二爷绳之以法？不急，我要先跟他告个别，以沈峰的身份。该死的沈峰，讨厌的沈峰，有本事你永远都别回来！喂，算了，我想了想，还是赚钱重要。我们去楼下餐厅谈合作的细则吧。徐总监，好啊，那我希望你这次拿出足够的诚意。放心，我的时间也很宝贵，总不至于故意耍你。叶婉欣答应过来了。韩府，稍后麻烦徐总监把这个放在他的酒水里，别的都不需要你操心。你们二爷答应我的事，可不能食言。您放心，事成之后，叶婉欣就会被赶出富家。等富氏集团落到二爷手里，跟临江科技怎么合作，都是二爷一句话的事儿。行了，你走吧，他随时可能会到。是。叶婉欣，你完了！哎，这边，我拟了份合约，你先看看。别着急呀，为了庆祝我们化干戈为玉帛，先碰一个。酒也喝完了，先看看合同，有什么问题我好及时调整。叶婉欣，你怎么了？既然你今天身体不舒服，那这个合同我们下次再聊。叶总人呢？叶总刚才接了个电话就出去了，好像是去了楼下餐厅。好。美女，需要帮忙吗？不用。美女别客气嘛。放开他！你他妈谁啊？少夫人，少夫人，你怎么了？沈峰，是我，你喝酒了？不对，你酒量没有这么浅，你被人下药了。你这个混蛋！是，我是个混蛋，我应该摆在你身边的。二爷，叶婉欣喝了带料的酒，药效发作，被沈峰带走了。好，非常好。为了叶婉欣的名声着想，沈峰一定会直接送她回傅家，然后叫医生上门。放心吧，傅家上上下下我都打点好了，到时候房门一锁，沈峰他一定顶不住叶婉欣的纠缠的。明天一早，傅家人就会看到叶婉欣跟别的男人鬼混，到时候叶婉欣就完了。二爷，还是你棋高一筹啊！记住了，屁股一定要擦干净。叶婉欣啊，叶婉欣，连傅庭渊都被我弄死了，你一个丫头片子也敢跟我斗？我好热。少夫人，你先松手，我去叫医生。我不许你去找别的女人。温柔透着
不会去找别的女人。放心，不是你。好爽。难怪奶奶和怀周雨涵他们都不在，看来这又是二叔的手笔。沈风，你怎么样了？沈风，帮帮我。少夫人，你想好了。好舒服的手感。不对，你是谁啊？少夫人，怎么？你把我吃干抹净，就想不认账了？是沈风，你这脸也没受伤，你为什么要戴口罩？你猜？不，这不是重点。你为什么会在我床上？我们昨晚怎么会这样？我跟你还是在傅庭院的房间里。少夫人，你终于想起来了，我还以为你不想认账呢。不行不行，你快走，不能让他们看到你在这儿。来不及了，少夫人。来得及啊！婉星啊，起床了吗？奸妇淫妇，开门！我来。婉星啊，起床了吗？奶奶，我在穿衣服呢。快穿啊！哦，主人，婉星在穿衣服，我们等会儿。妈，不行啊！你没听佣人说，昨天晚上沈风抱着她进了房间，到现在还没出来。我们这会儿就应该冲进去抓他们一个现行。那可太好了，老天保佑，让我早点抱上曾孙吧。妈，婉欣不是那种人，那肯定是佣人看错了。哎呀，你平时够忙的了，哎，不要操心这些事情。等婉欣穿好衣服出来问问他不就行了？走。妈，那怎么能行啊？奶奶，二叔，你们怎么也在大嫂房门口啊？你们来的正是时候。你大哥生死未卜，叶婉星那个贱人居然背着他在里面和别的男人苟且。你说这种人啊，也配当你们大嫂吗？什么？他怎么敢的？啊！怀州，给我冲进去，撞开门！好，不行，没有婉欣的允许，谁都不许进去。妈，现在不是讲究这个的时候。就是啊，奶奶，你让开！他敢给我大哥戴绿帽！闭嘴！哥，听奶奶的。闭嘴！奶奶不许我和二叔进房间，是不是因为大嫂房间里的男人就是大哥？不行，不能让二叔发现大哥还活着。二叔，大嫂呢，在房间里换睡衣，现在贸然进去，真的有点不好。要不我们还是等等大嫂自己来看。你们这一个个的都是心疯了吗？你快从这跳下去！少夫人，这里可是3楼啊，你让我跳窗？你顺着排水管下去，不会受伤的。快点，你不能让傅家人看到我们在一起。我是不会走的，放心，傅家人不会怪你的。怎么可能？少夫人，你看到我这张脸，难道就没有想起什么？我承认你很帅，但现在不是重点。少夫人，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关心过大少爷，所以连他长什么样子你都不知道？你还好意思提傅庭渊？你好歹是他的心腹，昨天晚上怎么那么对我？少夫人，这我也得说你了，昨天晚上明明是你主。我那是身不由己，是许芊芊给我下药了。那个时候你应该送我去医院，而不是对我。身不由己？那我看你是觊觎我身体已久，还说什么被人下药？哎，昨天晚上你可是拉着我跟我说你不能走，还不能去找别的女人。叶婉星，赶紧给我滚出来！哎呀，你快点，来不及了！沈风，算求你了。你要是不肯承认你对我情根深重，我是不会走的。那好吧，我承认，我其实早就喜欢上你了，现在可以了吧？少夫人，我们后会有期。二叔，不行，二叔！
二叔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那个奸夫呢？哎呀，我就说佣人看错了吧，房间里就婉星一个人吧？那绝不可能。佣人说了，沈峰抱着他进来之后就一直没有出去，他一定是藏在什么地方了。给我找！在哪？不行，二叔，抓贼拿赃，捉奸拿双，你单凭佣人一句话就要搜我的房间，那我以后在傅家还有一点尊严吗？就是，盛楠，你给我出去！妈，怎么，我的话不管用了是吧？婉星啊，昨晚还好吧？奶奶，我当然好啊，我一个人睡有什么不好的？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那你好好休息，我们呢就不吵你了啊！走走走走，走吧。看来沈峰是顺利逃走了。哎呀，那怎么办呀？我以后怎么跟他相处？婉星啊，来，多吃点菜。你看你太瘦了。嫂子，这是你最爱吃的布丁。还有这个海鲜是今天刚刚空运过来的，超级新鲜，赶紧吃吃。奶奶，怀州，雨安，其实我配不上你们对我这么好。假如他们知道我昨晚跟沈峰睡了，肯定会非常失望吧？怎么会呢？没有人啊比你更配了。是，大哥都认可了这个嫂子，我们怎么敢懈怠？说不定这会儿小侄子或者小侄女已经在大嫂肚子里了。其实昨天晚上，少夫人，就在刚刚，沈峰提交了辞呈，他让我特意跟您说一声，以后他不能做你的保镖了。奶奶，我有点事，我先走了。慢点啊！看来大哥是要回归了。奶奶，那嫂子到现在都不知道沈峰就是大哥，我们要不要提醒一下他呀？不用，让你大哥呀自己说去。吃饭。少夫人，您在找什么？沈峰递交了辞职信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我知道你们俩关系好，你现在能联系上他吗？我给他打电话根本打不通，这个混蛋，昨晚他还……少夫人，不必难过。虽然沈峰走了，但是很快其他人都回归了，比如……我不要其他人，我说了，我只要沈峰，我不同意他辞职。你现在就打电话给他。可是总裁还在为回归做准备呢。我现在是使唤不上你了是吧？当然不是，我现在是您的助理，当然听您的吩咐。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。算了，不用联系他了。少夫人，其实走了也好，就当什么都没发生。反正昨晚本来就是个错误。你陪我回叶家一趟吧。二爷，是我办事不力，又让叶婉星这个女人侥幸逃脱了。这不是你的错，我也没想到老夫人会包庇他至此。既然这样，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。我只能自己想办法彻底的除掉他们。可是您不是说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时机吗？根本不需要我们亲自动手。叶婉星的继母和妹妹恨他入骨，我已经许下了足够的好处，他们答应帮我除掉这个女人。难怪，刚刚得到消息，叶婉星带着于峰回叶家，看来她活不过几天。好啊。少夫人，您今天回来是要干什么？叶国华的佣人打电话跟我说，叶国华想我了，让我回家一趟。据我所知，您的父亲好像对你并不怎么关心。就是，所以我猜叶国华另有图谋，或者是说林曼母女俩有什么阴谋，借叶国华之口叫我回来。不过没关系，反正我迟早要找他们算账。走吧。是。我可怜的珍珍啊，好不容易嫁到周家，却被那二少爷打得少了半条命，你一句话也没有吗？哎呀，这事都过去了，我有什么办法吗？毕竟咱们叶家斗不过周家。你有，傅家二爷说了，只要你除掉叶婉星，就让我们成为江城顶级豪门，到时候周家也得给我们磕头道歉。再怎么说，婉星也是我们的亲生女儿，我怎么能害她呢？
再说了，现在他才是傅家集团的执行总裁，有了他的扶持，咱们叶家可以更上一层楼。到时候你和珍珍也能一起沾光吗？爸，叶婉欣根本不会报复我们叶家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他不只恨我和妈妈，他也恨你。是啊，自从他嫁进傅家，他有给你打过一次电话吗？他有问过我们叶氏集团吗？哎呀，那是他忙着在傅家立足，顾不上也很正常嘛。我就知道你不死心。今天我以你的名义把他请回来，一会儿你亲自问问，看看他是否愿意帮扶叶家。老爷夫人，大小姐回来了。哎呀，快请他们进来。婉欣，你回来了。爸，不是你让我回来的吗？啊，是。那你今天叫我回来是有什么事情？啊，是这样的，你出嫁的时候，你不是说你会讨好傅家人吗？让叶家更上一层楼，你做到了。听说你现在已经是傅氏集团的执行总裁了。所以呢？最近啊，这个叶氏啊缺资金，你看能不能让傅氏集团给叶氏啊注资？爸，你还真是说笑了，我这个位置都还没坐稳呢，要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给叶家走后门，董事会怕是要让我下台。那要多久才能坐稳这个位置啊？至少3个月。那不行啊，这3个月，这叶氏可撑不了3个月呀。要不这样，不注资也行。我听说傅氏啊，最近在城南买了块地皮，你看这个项目的开发能不能让叶氏也参与其中啊？于峰，城南那个项目开始招标了吗？还没呢。你也听见了，这个项目还没开始招标呢。要不这样吧，等这个项目开始招标，我一定提前打招呼。好了，婉欣好不容易回来，不要谈工作了。婉欣啊，你做了你最喜欢吃的菜，中午在这里吃吧。也好。太好了，于助理也一起吧。珍珍，带姐姐和于助理去餐厅。啊，好。不用了，我找得到餐厅。事已至此，你对他还心存幻想吗？好歹我也是把他养到大的，没想到他一点亲情都没有，真是个白眼狼。这样，你跟傅二爷说，我答应。好，我这就去准备，保证让他有来无回。少夫人，您这个继母是不是不怀好意啊？你知道就好。你今天最好什么都别入口。是。婉欣啊，怎么不动筷子？阿姨做的都是你爱吃的菜。林阿姨做的菜我不敢吃，我怕你下毒。你胡说什么？婉欣啊，你怎么能这样揣测你林阿姨？你说林阿姨也照顾你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。照顾是让我给叶真真给她当牛做马的那种照顾吗？好，你要是怀疑林阿姨呀，我亲自给你试毒。怎么样，这下放心了吧？看来是我误会你了。消除误会就好了。这样，你敬林阿姨一杯。婉欣啊，这么多年，你对我的误会实在是太深了。不过我不会跟你计较的。这样吧，我干了，你随意。叶婉欣，我妈为了表示诚意都一口闷了，你怎么不喝啊？这样吧，你先喝一口，要是没事的话，我就喝。我酒精过敏。爸，他喝不了酒，那你来。啊，行啊，我生病了，吃了头孢，不能喝酒。这酒杯到底有什么？让你们一个二个都避之不及。哎呀，婉欣啊，你误会了。爸，我原本以为只有林曼母女要害我，没想到连你也希望我死啊！你这个逆女，要不是你百般的推脱，我会出如此下策吗？我是你爸呀，你就这样报答我吗？你还好意思说？当年我妈尸骨未寒，
你就把这个小三还有私生女领回家。我在家过得连佣人都不如，你都没看见吗？没想到少夫人这些年过的是这样的日子。国华，别跟他废话了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只能一不做二不休。来人，渔夫跑！林曼，你疯了！公然犯罪，真以为自己能逃脱法律的制裁吗？这就不劳你操心了，给我按住他！我看谁敢！既然你自己不想喝，就别怪我。出此下策。怎么这么废物啊？如果是沈峰在这里，他绝对不会让我落到这种地步。少夫人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的。你们之所以想害死少夫人，不就是为了二爷许诺你们那些好处吗？别做梦了！就算少夫人不在，傅氏集团也不会落到二爷手里，因为傅总根本没死。什么？什么？傅景渊还活着？不可能！这些天，傅总因为流落于荒岛，所以才会失联。但是几个小时之前，他被渔民所救，亲自给我打了个电话。这会儿应该在回海城的路上。估计1个小时之后，新闻就会公布这个消息。你在拖延时间，傅庭渊不可能还活着。就算傅总真的死了，那么尸体应该早就被发现，哪怕不完整，也可以通过鉴别技术来确定。但是这都快半个月了，却毫无发现，因为傅总还活着。不，你是在骗人，你一定是在骗人。上辈子我遭受的那些折磨又算什么？这么说，傅庭渊真的没死？林曼，算了吧，傅庭渊还活着，傅盛南永远做不了傅氏集团的主。妈，不能心软。这个时候如果放过他，他肯定是会回来报复我们的。你们现在放手，至少罪不至死。但是如果少夫人受到什么伤害，傅总可能千百倍的报复回去。你少在这里恐吓我们！傅庭渊都没见过这个小贱人，他怎么可能为这个小贱人出头啊？你们懂什么？少夫人可是傅总新家上的人，敢伤害少夫人，傅总一定弄死你们！于峰为了脱险，真能下本。放开他！爸，不能放！这个时候就要弄死他们，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。妈，你快把毒酒喂给他，善后的事交给我。晨晨，我行，你们都不敢是吧？那我来。叶晚晴，上辈子我直到死，傅庭渊都没有现身，这辈子你凭什么有这么好的运气？给我按住他！放开我！住手！住手！阿青，是啊，总裁，太好了，还好你到得及时。他叫你什么？你是傅庭渊？少夫人，我跟你说了，我们后会有期。你们刚刚准备对我的妻子做什么？总裁，他们要毒死少夫人。傅总，傅庭渊，你怎么可能还活着？来人，把他们给我送去警局。杀人未遂，足够他们牢底坐穿。凭什么？叶晚星不是好好的吗？有什么证据证明我们杀人？他们在酒里下毒，这个就是证据。现在人证物证都在，你们别想逃脱。我没，我是被逼的。晚星啊，爸爸是一时糊涂，绝对不是要杀害你的。你根本不配做叶晚星的父亲，你欠叶晚星的，这辈子也还不清。啊，爸爸怎么会还不清呢？其实出嫁那天，我已经死过一次。林曼为了让叶真真替嫁，试图掐死我，还好我命大。这怎么可能啊？那还不是因为你的纵容？这些年，表面上是他们母女俩在欺负我，
但我最恨的人还是你，我这辈子也不会原谅你。我不想做了，傅庭渊，我才是你的妻子。闭嘴！带走。副总，今天的事谢谢你。少夫人，你昨天晚上还求着我帮你，对我是又亲又抱的，你忘了？这才过去多久，现在就装不认识我，未免太无情了。傅庭渊，你耍我很好玩是吧？你为什么要假死？还装成保镖，每天待在我身边，这些天还真是难为你了。我没有耍你，我很早的时候就告诉过你我是傅庭渊，可你不信啊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就是傅庭渊本人呢？我以为你是在开玩笑。是吗？那我今天早上没有戴口罩，你不也没认出我吗？少夫人，你看到我这张脸，难道就没有想起什么？我承认你很帅，但现在不是重点。少夫人，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关心过大少爷，所以连他长什么样子你都不知道？我当时没反应过来。可你明明说仰慕我已久，却连我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。我虽然没有跟他见过面，但我倾慕他已久。我们又没见过面啊，我就只是看过你的照片而已。照片跟本人还是有点差别。好吧，那我原谅你了，走吧，我们回家。混蛋！明明是你欺骗我在先，怎么搞得好像我有错一样？你到现在为止，你还没有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假死，为什么要装成保镖待在我身边。稍后你就知道了。你现在不说清楚，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，我还要跟你离。哎，傅庭渊，放我下来！不要说我不爱听的话，现在我们先回家。你放我下来！看来总裁想要哄好少夫人，也没那么容易啊。二爷，叶家那边得手了吗？半个小时前，叶婉清的继母林曼说，他已经在叶婉清的酒里下了毒，这会儿估计已经得手了，只是还需要时间善后。好，好，非常好。叶婉清啊，叶婉清，要怪怪自己倒霉吧？啊，摊上这样冷血的父亲和狠毒的继母。哦，对了，老夫人刚刚打电话来说，晚上让你去老宅吃饭。好，我们现在就过去。估计到时候他的死讯也该传来了。大哥，大哥，阿渊，你们终于回来了。楠楠，怀兄，许安，这些日子让你们担心了。切，我知道沈峰是你，我担心个啥呀？倒是我想知道，你为什么假死？上次我问你，你说时机未到，那今天总该告诉我了吧？是啊，大哥，你该不会睡了心疼吧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因为不知道大嫂的品性如何，所以才故意伪装成保镖待在她身边，好好看看她到底够不够格。我说的对不对？哦，没有的事，你别听他们乱说话。楠楠，我上次遭遇的车祸不是意外，而是人为。我是想找出幕后黑手，才假死的。那你现在回归，是不是找到幕后黑手了？他是谁？楠楠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害我的人是二叔。楠楠，我没事儿，我没事儿。其实我也不意外，你出事的这段时间，就属你二叔表现的最积极，我看得出来，他的关心是装出来的。是啊，我也没想到是二叔，他之前对我和雨安还那么关心呢。大嫂说的对，二叔对我们就不是真的关心，他只是在捧杀。还好我和二哥不学无术，要不然恐怕他会像害死大哥一样害死我们。一开始
我也不愿意相信是他，所以我才假死试探。而且，他不仅想害死我，他为了夺得集团执行总裁一职，他联合叶家人，打算害死万幸。什么？万幸啊！你有没有事啊？奶奶，我没事儿，多亏庭院及时出现救了我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盛楠他是疯了吗？奶奶，这段时间我已经搜集了足够多的证据，足以他下半辈子在牢里度过了。奶奶，他包藏祸心，就算这次你放过他，下次他还会害你。阿渊，该怎么做就这么做，不必顾及我。我刚刚给他打过电话了，让他回来吃晚饭，估计很快就到了。阿渊，交给你了。妈，今天什么好日子呀？怎么突然想着让我回家吃晚饭呢？阿渊回来了，这天大的好消息，难道我们一家人不该好好的吃个团圆饭吗？傅庭渊，这怎么可能？二叔，好久不见啊！你看到我应该高兴才对啊，怎么现在见了我跟见了鬼似的？阿渊呀，二叔只是太惊讶了。你能够活着回来，我当然是高兴的。我怎么觉得二叔好像有点失望呢？毕竟那场车祸是你一手策划的，这些年你有多少次想置我于死地，你不会都忘记了吗？阿渊呀，你这没凭没据的可不能乱说呀。怎么可能没有证据呢？于峰，二爷，你好好看看吧。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凭着这些就能够扳倒我吗？二叔，你尽情的死，同样的证据我早已移交警局了。好啊，我知道了。其实这些日子你一直潜伏在傅家，所以才找到这些证据。而那个沈峰就是你。二叔，你现在才发现，会不会稍微晚了些啊？妈，您的孙子陷害我，难道您就没什么想说的吗？哼，诬陷是吗？我倒是想要知道，你为什么要害庭渊？他可是你的亲侄子。亲侄子？我还是你亲儿子呢！当年大哥去世，你为什么不把傅氏集团交到我的手上，而是给了这连毛都没长齐的臭小子？畜生！你忘了吧？虽然傅氏集团是你爸一手创办的，但是公司能活下来，那靠的是你大哥。傅氏集团能有如今的地位，那全是阿渊的功劳。你有什么资格不满？二叔，你只看到了公司如今的光鲜，幻想着如果掌权人是你该有多风光。可惜你能力平平，把公司交到你手里，恐怕过不了几年就会衰落。那你呢？躲在后面装神弄鬼，却是为了这个女人，居然把蜜月都给了她。难道说这就是你的能耐？婉欣只是缺乏经验，但能力、天赋、悟性都不在我之下，你远远不及他。把公司交给他，我放心的很。你太让我失望了，盛楠，你的后半生就在牢里好好反省吧。牢里？妈，你是让我坐牢吗？啊不，我不能坐牢。妈，我只是一时猪油蒙了心，你饶了我，我以后好好做人。妈，你帮帮我，你饶了我呀！啊，对了，怀州、玉安，替二叔求求情，毕竟二叔这些年我是真心实意对你们好啊！
二叔，你当我们是傻子吗？这些年，大哥对我们这么严厉，你却这么溺爱我们，不就是想把我们养废吗？就是，你还总说大哥的坏话，理解我们和大哥，还好我们没有听你的。哎呀，来人，把他给我押去警局。不，走。妈，我是你亲儿子，你救救我，妈，你救救我，妈！你现在知道为什么不要假死了吧？你还生气吗？我哪敢生副总您的气呀！我先回房间了。你傻不拉几的站着干什么？赶紧追上去啊！可是奶奶你……哎呦，我能有什么事？快去哄哄婉欣吧，快去！是啊，快去！那奶奶呢？哎呀，大哥，奶奶有我们的嘛！去吧！好好的，怎么开始整理衣服了？副总，我之前之所以留在傅家，是出于道义。现在你回来了，无论是奶奶还是傅氏集团，都不需要我了，我也是时候该离开了。离开？我们本来就是协议夫妻，没有任何的感情。没感情？你是不是忘了？今天早上刚刚才告诉我说你早就喜欢我。我是想让你快点走，不得已才这么说的。那我告诉你，我早就喜欢你了。这段日子是我的问题，我没有向你坦白我的身份，但是我向你说的话都是真心话。我对你早就情不知所起了。我才不信，你就是想看我笑话。那我要怎么做你才相信？算了，我还是身体力行的告诉你我多喜欢你吧。你要干什么？你是我的妻子，你说呢？我怎么这么不坚定呢？男色误人了。去哪儿啊？我去吃早饭。好，我陪你一起。那已经不烫了，趁热吃吧。厨房里还炖了玉米排骨汤，我去给你盛一碗。傅庭元，我昨天不是在跟你开玩笑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之前确实挺喜欢你的，但你之前是我的保镖，我在你面前足够坦然放松。可是现在不一样，你是我丈夫。有什么区别吗？当然有，我现在得尽妻子的本分，要时时刻刻围绕在你身边，我的生活也必须要仰仗你。我不喜欢这样，我知道独自谋生或许会有些辛苦，但我想试试。你的生活可以不需要围绕我，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继续当你的保镖。跟。股权转让协议，你要把你的股份全部转给我。傅庭元，你疯了！昨天我对傅盛南说，你的天赋和悟性不在我之下。我说的是真心话，集团总裁的位置你可以继续做下去。可是你回来了，董事会肯定会支持你。可你有我的支持，再加上这份股权转让合同，董事会的人不会有任何意见的。那
你之前通过自己拿下了盛世国际的合作，还有城南那块地皮，在公司已经积累了不少的威望，对吗？傅庭元，你是认真的？当然了，这些年我一直想找个人替我分担。傅盛南野心勃勃，才能却很平庸，怀州和雨安更是不成器。还好我现在有了你。那奶奶知道吗？当然，奶奶非常支持。那你就不怕我背叛你？到时候你可就一无所有了。你会吗？当然不会。那不就得了。我其实还是有一点私心的，我就想着把我所有的一切都给了你，那你就不能抛弃我了呀。所以你赶快签吧，签了我才能放心。罢了，以后你要是后悔，我还给你就是了。放心吧，我不会后悔的。快签吧。现在你可以相信我的心意了吧？你们两个，奶奶，大哥就这么把所有的股份都给了大嫂，你气不拦着？虽然说大嫂很好，但是人性它不会，你们家大嫂啊，不是那种人，更何况还有你们两个宝啊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你们两个要争点气啊！那以后你们大嫂要是不要你们大哥了，那你们大哥还可以回来投奔你们呢，不是啊？啊！我们一起去趟公司吧。昨天我活着的消息已经在网络上面传开了，董事会那边我必须要给个交代。正好把你代理总裁的位置转正。那之后你做什么呢？那我就继续当你的保镖啊。还有助理。这么说的话，于峰可以考虑开除了，反正要他也没什么用。啊！是在咒我呀！于助理，不是说副总今天要来公司吗？他人呢？各位别急啊，副总马上就过来。哎，副总，他们来了。走。万兴。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是在做什么情况？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什么情况？为什么让他做呀？坐。各位，久等了。邵夫人，既然副总已经回来了，您还坐这个位置，就不合适了吧？是啊，上次选举的时候说好了，你只是暂代执行总裁这一职位。没错，所以今天的会议就是我转正的决议。这副总，让他来做呀？没有什么话要说吗？我不在公司的10日里，叶总接连拿下了好几个重要项目，他的能力大家是有目共睹的，所以我支持他继续担任总裁一职。副总，您疯了吧？我承认邵夫人的表现超出我的预期，但是跟您不能比的呀。那是因为他任期尚短，等时间久了，你就会发现他远超于我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副总，你要是不在也就罢了，既然你已经回来了，没有必要把公司让给别人吧？对呀，对呀。我明白了，环星，我们走吧。好。副总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对啊，副总的意思是，既然你们不支持邵夫人，那你们就重新推选一个执行总裁吧。可是副总不就在这里吗？副总经此大难，想休息了，你们看不出来吗？怎么就想逮住副总薅啊？看来云峰还有用，那就暂时不逮住他。我们支持邵夫人啊，不对，
是支持叶总啊！对，是，叶总支持叶总，支持叶总。那承蒙大家厚爱，之后我一定带领大家更上一层楼。走吧。于助理，难道以后副总就不管公司的事儿了吗？你们是不是傻呀？总裁宁愿自己退下来，也要支持少夫人上位，可见他在总裁心里什么地位？少夫人的事儿就是总裁的事儿。是这样，这是何必呢？这就叫爱，你们懂什么？果然，首席助理还得是我。庭园，谢谢你。其实，在你假死那段时间，我根本不希望你回来。我知道啊，你巴不得当豪门寡妇，所以我跟你说过，我是不会让你如愿的。我是真不知道你这么好吗？等等，我什么时候说过？庭渊，你回来了，太好了！你这个贱人，快放开庭渊！他是我老公，我想怎么抱就怎么抱。庭渊，你快跟这个女人离婚，她根本就配不上你。我告诉你，在你失踪的这段时间，她跟你们傅家的保镖打得火热。是吗？怎么个火热法？那个保镖跟你有几分相似，我跟他说，只要他把那个保镖让给我，我就答应跟他签那份合同。但他竟然不同意，他跟那个保镖肯定有一腿。原来是这样，没关系，既然现在回来了，那我就可以既往不咎了。傅庭渊，你疯了！你跟这个女人结婚之前连面都没有见过，她只是你挡桃花的工具，为什么这么纵容她？当然是因为我爱她呀。不，我不信，你肯定是为了让我放弃，故意这么说的。庭渊，我今天特意带了合同，我愿意和傅氏集团合作，但前提是你必须承认，你根本就不爱这个女人。徐总监，你还真是慧眼识珠呢。傅总的确是故意这么说的。我就知道。庭渊，你现在回来了，那傅氏集团还是你做主的，对吧？对，傅氏集团怎么能少得了庭渊这样的核心人物呢？我只是代理总裁一职，就在刚刚，我已经被董事会革职了。庭渊，是这样吗？是吧？我就知道。我已经签字了，庭渊，你看看合同细则，要是没问题，你也签字吧。叶总，请吧。徐总监，合作愉快。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会是你签字啊？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我们骗了你，我不但没有被董事会革职，反而转正了。以后我就是傅氏集团的执行总裁，也是傅氏集团最大的股东。庭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就是婉欣说的那样，徐总监这次让你失望了。我刚刚说的都是真心话，我爱他，所以我愿意把一切都给他。不。哦，对了，上次你在酒里给婉欣下药的事，没跟你算账吧？但是考虑到你客观上也算帮了我，我就不跟你计较。再有下次，别怪我不客气。你们合起伙来设计我，骗我签合同，我要毁约。徐总监，毁约的代价你付不起，何况这也是双赢的事，别因为感情耽误了我们合作。于峰，送徐总监出去。是，徐总监，请吧。哼，又一个重大项目，搞定。不愧是叶总，还不多亏了你配合吗？既然如此，我是不是有奖励？傅庭渊，我喜欢你。I've been in the shadows, the water's deep, yeah, shallow, but妈，
我来看你了。我结婚了，这是我的老公傅庭渊，他对我很好。如果你在世的话，肯定也会满意这个女婿的。阿姨，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婉欣，让她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凭什么，叶婉欣？凭什么上辈子我落到那样的下场？这辈子你却过得这么好，我不好过，你也别想好过。叶婉欣，去死吧！叶真真，你终于出现了。你一直游荡在外面，我不放心呢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故意引我现身的。上一次你们一家用毒酒害我，你妈妈一口咬死你不知情，导致你被无罪释放，之后你就失踪了。我可不想看到你在外面逍遥自在。叶婉欣，你这个贱人！我猜你也重生了吧？上辈子嫁到傅家并不好过，对吗？所以那天你忽然反悔，坚决不嫁给傅家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远远不如我，你愚蠢、自私、恶毒，你根本不配得到爱。同样的境遇，对你是龙潭虎穴，可对于我来说却是服务。你准备好把牢底坐穿吧。把他送到警察局。是。放开我！妈，我终于替真正的叶婉欣报仇了。希望你们母女在天上可以团聚，下辈子讨个好歹。你刚才和他说什么了？我不过是说了一些刺激他的话。庭渊，谢谢你陪我过来。说什么傻话？我们是夫妻。走吧，我们回去。婉欣，婉欣，婉欣！医生，我太太她怎么样了？傅先生，别担心，是喜事，您太太怀孕1个月了。真的？那我们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？她怀孕怎么会突然晕倒？哦，可能是最近累着了。夫人她底子不错，只要孕初期注意休息就好了。谢谢医生。医生，我们还要注意哪些？你跟我讲讲。您这边请。庭渊，我这是怎么了？婉欣，你怀孕了，我们有孩子了。真的？真的。婉欣，谢谢你，我从没觉得这么幸福过。我也是。你别哭了，好了，别哭了啊！圆，这儿会不会好一点啊？我们换一下呗。我这个也没好到哪儿去啊，一直哭，吵得我头都疼死了。不哭了啊！大哥大嫂怎么还没回来呀？你能开了吧？要不今天晚上我们去酒店住吧？会不会不太好？孩子哭那么大声。放心，怀州和雨涵能照顾好他们。乖，这段时间不哭了，他们带孩子的经验比我们丰富多了。说的也是，赶紧跑，他们出来了。乖。